哎呦，你要指挥的话，他一定会配合你。他是非常好的演员，就是他可以配合你的那种。第二个周杰伦，所以安林她除了弹钢琴，她还喜欢干啥？他喜欢画画。我也喜欢画画，哦，是吗？你是什么类型的画？我是抽象派。哦，那他也是抽象派。哦，那你很像他儿子。我不占你便宜。我在明便宜了。哇，这都是哇，全是奖哇。奖杯。哇，真是你好多奖杯啊！对，来，你们渴了就喝个水。好嘞，谢谢。谢谢珍姐。仙女喝的水。对我喝了有一遍是仙女。哇，这个板子是，我的妈耶！这是谁的 schedule？ 咱们就是这个是我2个孩子的 schedule， 这个是安玲的，然后这个是安迪的。他们3点半放学以后，一直到晚上睡觉前，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大概的时间安排。还有网上数学啊？哎，就是一些奥数啊，这些都是网课。因为数学这个类型其实蛮容易上网课的。它有休息的时间吗？它有像周日、周六啊，它会上一些比较像玩一样的课，比如说像画画课也是一种休息，然后像跆拳道的课啊，它虽然是课，但它跟数理化这个就是学术课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它那种课就是比较值钱的。它得严格按照这个时间来吗？他只是给他一个参考，就没有说规定那么死，但是只是给你一个参考标准。安林喜欢那个弹琴画画的话，安迪喜欢干嘛？他喜欢运动，他就是比较喜欢，兴趣爱好就是像滑雪啊，还有像高尔夫啊，都是他的那个体育运动。就感觉一个能文一个能武。对，2个人不一样，完全。这个板子经常用吗？经常用它，因为有些课程它每个星期有一些微调。好了，那要经常用我们就不收走了。这板也不值钱，主要是上面的内容比较对。那我是带你们从哪里开始逛起呢？或者是先到2楼吧？2楼你们因为看了这个课板了，刚刚说那个画画，我们就顺着画画。对，他的钢琴在1楼，他的画在2楼，是不是？哎，看看，哎呦，这是《资本论》，图解，《资本论》还有图解。对啊，就是可能会帮助你更好的。它其实就是哦，我看一张图我就会了。啊，姐，博弈论，这个不是之前节目上也什么书啊？博弈论，博弈论，在看博弈论。博弈论是这样吵架能吵得赢吗？博弈论。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书的类型，因为我会喜欢看一些心理学的书。心理学。吵架能吵得赢。然后这本红书其实蛮有意思的，我给你们看一看。这个红书它根据他的梦境和一些幻觉记录下来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的补充。所以它是集艺术学，然后再加心理学的一本书，就是 MBTI 你们现在做的那个人格测试，就是根据它的那个哦。这些就比较是像相关一些理论的，哎，这很好玩。变态心理学哦，这个。这个里面有很多那种一些就是生活的案例，就是你会分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动机。2本书放在一起，就是从你的内在和在外在的理论结合，就比较完整的一个心理学的。哦，就是相由心生。一个是有意识，一个无意识，这个更像是无意识，像人在做梦的时候一些。那他什么样子？无意识的。他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大概能用这些推导出来大概一个模型。你们不是有闲鱼上面会有这种？哎，我们一会儿在闲鱼上找那种就是心理咨询师的那种，他有上门服务，上门咨询，让他做一下你就知道你是什么类型。真的，一会儿击破你脆弱的防线。真的，一会儿晚一点我们可以叫一个。好，哎，这个还挺好玩的。答案之书，许个愿。你要让他自己做，自己默念，自己默念。我看看啊，我能不能够成为一名传奇怎么的演员？好，老纪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传奇演员？什么？相关问题可能会出现。
可能会出现，你可能会传奇，但未必是一个演员。你可能是个演员，但未必传奇。他们总是瞧不上我，说我是傻子。我试一个啊，这个我跟你说没有好话，我跟你讲。快，孟哥玩一个，来玩一个。我会不会成为一名相声大师？传奇。不是，你们把传奇改成神奇。我会不会成为一名神奇的相声大师？你怎么定义神奇2个字啊？就是能写出非常飞的段子。哎。对。要知道选择太多或太少都很难。就是你想选择太多了。对，你只能在传奇和神奇选一个。我只看见2个字很难，真的。你来一个。我来一个。好。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传奇的主持人？可以，就来这个，好吧？梁田能否成为一个传奇的主持人？来，3、2、1，走。如你所愿，姐，你给了我好运啊！来一下，重新来一下。没有这种事情，你放下，没有第2次了，好吧？我的人生不可以重来。好，带你们上去看看，看看画吧。走。刚刚小季你说是抽象的，这是我儿子画的。哇，这也太抽象了吧！然后这幅画是他4岁时画的，这是他的第1幅画。4岁画这么大画？对，你看这上面有日期，2021年。我先知道那个蓝的是什么呀？蓝的我猜应该是就是春天傍晚。然后有一抹这个晚霞，然后在湖边，有点草，是这个意思吗？没有，那幅画他自己跟我说，他画的是海洋，就是他就是对于那个演色彩，狂野啊，对，然后就是会非常大胆的在上面去展示自己的思想。4岁的马蒂斯啊。他这个画在中法的这个画展还得过奖呢。小孩画的就厉害，这个也是吗？是。哇，这是他几岁时候画的？这个应该稍微大一点，那个是第1幅，这可能是5、6岁。这幅我也问过他，你想想。这感觉像是在露营，然后天上有风筝。然后这下面有小帐篷，好像是这么个事儿。来吧，抽象派，我也没看明白。这个是啥呢？姐，你揭晓一下。他当时跟我说，他这个画的是他小男孩嘛，他喜欢那种战争啊、武器啊，类似这种什么枪啊、什么武器啊、什么火箭啊。所以你看，孩子的世界也是，就是很大胆。但是小的时候画画千万不要禁锢他们的那些思维，特别是在9岁之前，应该尽量让他们去打开他们的思考，不要去让他们这种创造力被影响。因为有的时候会画一个苹果、一个香蕉，你会让他画得很像，但其实这个已经是让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约束了。他马上7月份就要到日本，他就是横滨的那边有几个画展，邀请他们过去。挺好，挺好，好厉害啊！这是来到了学习区，对，学习的一个区域。他俩平时一起学习吗？这不是俩电脑？对，1人1个，每个人自个儿有书桌。对，每人自个儿。有奖杯了，朋友们。大部分都是音乐和画画的一些。哇，真的好厉害！这个还冠军这个是老大的，这是他参加高尔夫的这个比赛，这是他华东区的D组的冠军。他打高尔夫啊？对，太厉害了吧！呀，这个石明星哎。对，这是石明星有点破次元壁了，姐姐。因为我认识他石明星嘛，然后小的他3年级，他学的现在他们是做了一个浅奥，就奥数的浅奥的教材，比较适合这个年龄段的。那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现在是在国际学校上，学的那个系统也不一样，所以我是给他，这是我的加餐。就拿一个比方来说，国际学校是不教数学这个就是乘法口诀表的，他们小的时候就是有
就会告诉你几乘几就是等于几，它是让你自己的思维里面形成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是。但是我呢，希望他又能够学习乘法口诀表，所以我就这个地方就又给他贴了乘法口诀，他每天都要练的。啊，这个就是有点。你们过来做道题吧。好吧。哎，挑战一下这个2、3年级的数学题，对，敢不敢？你慢慢做一个这个，敢不敢？ 2年级肯定不用，这动脑子都能。不是2年级太简单了，你这个大话放的有点早。不是，主要是确实，2年级的题你还不会做，那就别活了。来一个最难的啊，来，简单数图形啊。简单数图形，来吧。数一数，一共有几个三角形？各数啊，1个，对不对？2个、3个、4个、5个、6个、7个、8个，啊，8个，我觉得是8个。你从表面上看是5个嘛？表面上5个，对。表面上看5个嘛，然后你再组合嘛。他们俩是一个组合，6个。他们俩是这样组合，一个6个，然后这么再组合7个，然后这么再组合10个8个，怎么10个呢？哎呀，有点晕啊！你没吃早饭啊？不是这个题为什么要出这种题？这是2年级的题。对2年级的题嘛，这种题一定会被扣分的呀。这怎么会被扣分呢？不是，它的三角是有色的嘛？就看5个嘛，5个，这样啊，6个，6啊，这样7，是不是？好，然后是从这儿开始走，这样8，这样9，然后你哪算出来了？9，然后你来做一遍，不是你算那么多，你大块儿。组合嘛，你5个是把这个表面1、2、3、4，然后外面一个9个嘛，对吧？对5个，然后你后面那9个，你后面那4个哪来的？你后面那4个是哪来的？后面里面不就这一个5加3不等于8吗？哎呦，你不对，那你算错了，那我真高看你了。高看我，来吧，看着啊，给你解题啊。来，你告我一遍，解。来公布正确答案。来，你说8个是吧？我说9个。刚才你说10个。你真是。行了吧？你们这看一下啊，16讲的第4道，10个。哎，我对了，我对了，少算哪个呢？少算了哪个？我想问问。看到没有？哎，这是脑子，最强大脑，知道吧？聊天，你考大学多少分数学？我考大学，我高考总分580，这么高啊？老师，我是传媒大学第1名。这么高啊？但我数学不太好。数学多少分？你做应用题吧。不告诉你是文科生是吧？我小时候最会做英语。智商。这种呢？哪种啊？对，搞这种。这完了。这不是很简单吗？你首先这个你先读题，你得知道题是什么。下面算式中的学奥数3个字各代表多少？先算这个就简单了嘛。你这2个数字是相同的嘛？你想想，相同的数能有11、22、44。哦，这个难，这个题难。 55，对吧？55，这是5，这是4嘛？那看这个。哇9嘛，学3不对。老师，我抢答案，它等于8。这怎么？哦，我知道了，确实是8。为什么呢？你看对这个是8，对。然后88加8等于96。哎，这个不是数学题，这是脑筋急转弯啊！哪儿说理去呢？你说对吧？这是逻辑思维啊。对，它这个浅奥其实是一个 mix 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有一些结合在一起，一些思维的学科也是放在里面的。哦，这个题好难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蛮好的，它就是说有可能你在
前期你感觉不到它对你的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可能上到一定程度，到某一个时段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加分题，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些加分题你是会做的，但是它对于基础的一些课考前的一些大部分的90%的题可能没有什么帮助。那个时候那个阶段你就会觉得好像学的没有什么用，但是你学到后来都会发现它对于就是升学了以后一些大题，就是一些加分题和一些就是往往是考卷里的最后一道题那种，你就会有用了。我跟你讲，我就看了这本书，重新燃起了我对数学的兴趣。对，我现在脑仁有点用脑过度，我这是脑子有点问题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这个确实有点难。你们才做几分钟啊？那小朋友一般要做，这得1个小时呢。啊，真的，现在小孩这学习真的是啊，跟我们那时候也差不多。还是玩会儿这个解压吧。对，他们平时在家里面就是这个区就是这样，每天就这样打。他俩会互相这么玩？会。我跟你说，小时候有这个东西，我在中学都能称霸。是，拿出一个这个东西来，你就觉得哇，太时尚，太帅了。人家都跟着你玩儿，我就这样跑的时候，后边一帮人。这个就是可能小孩的那个信念感啊，让我要扮上一个这种，我还在想，哎，我是角色，我要怎么，人家天然就来了。果然，倒地。男孩无论多大，都这样。主播，咱们再看看姐还有什么地方带咱转悠转悠。感觉有什么可以拿的吗？没有。我觉得我们在地下室有可能会有一些。对，地下室有很多。哦。就是现在不用的东西都扔在下面。哦，对了，到我们主战场了。是的。哦。哇，这边是一些滑雪用具，这个我认得。小孩不是喜欢滑雪吗？高尔夫嘛，运动啊，他们都有装备啊。哎，这是很小的时候在用，现在估计用不了了，对不对？用不了了，对吧？它长高了，它这个板不够长了。老大、老二都有双板、单板。双板、单板都玩。双板、单板，那真的好厉害。因为小的他以前滑单板，现在他改双板了。然后老大是一直都是双板。这是专业的滑雪啊。对，专业滑雪的。他在这方面还蛮有天赋，就是滑旗门，就是那种速度的那种撞那个旗的，你看到那种。哦，我知道了，是这样那个吗？对，这样那个。对，是吧？哥，你是这样的扭的。哎呀妈呀，你这是真不会滑，看来啊。哎，我问一下，像这种板已经用不到了是吧？对，这个用不到了。那我们这咱就可以，我们可不可以出在闲鱼上，对吧？可以吗？这个可以。这个是他多大的时候用的呀？这个应该是5岁的时候。5岁的时候 ，OK。一会儿我给你上架的时候就编辑一下，大概适合于5岁左右的那个滑雪小朋友用。然后这个就是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杆也是，这些都非常消耗，是因为他们都要根据你的身高。哦，是。所有的都是小朋友他在长嘛，他的身高高了，他原来的那个就不能用了。滑雪板和高尔夫球杆都是这个问题。这个他想出吗？这个也可以，这个杆儿他现在也是用不到，因为他现在已经换了新的杆儿了。哦，就这一包子。对，这一个都用不上。哦吼，可以。但这个也是和他一起经历过那个比赛，就刚刚你看到的那个华东区冠军，他是拿这个杆打的。哦，那他还要出吗？这个现在没有，他们这个都不用了，我还特地给他看过。他已经拿了一个冠军了，让他在别人的手里再拿一次冠军，物尽其用。这个也挺好的呀，这是他。这能做吗？这个这些是箱子，这是他小时候非常喜欢，他们俩人都会坐着这箱子去机场，因为它是可以坐的，在机场你就可以滑过去嘛，你就不会用那个自己走路。我说啥来着？这2个人是不会放过这种东西的。走，去机场，呀，你不会放过这种东西。不行，我腿太长了。你干嘛坐那矮的？我腿太长。坐这个。这个大一点，你只选了一个小的，你俩应该换一换。这个他们现在还做吗？这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吧？现在做有点羞耻了，是吧？哎，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箱子有多结实。来把这个拍下来，完到时候就挂上去的时候就说壮汉坐在上面也可以承受得住。那我们把出的拿出来吧。出的拿上来，就是这个雪板放在这里，那个高尔夫球包，这个是我们可以跟闲鱼的朋友们分享的。对，这些是吧？啊，冠军高尔夫球杆。我觉得这个现在用不到了吧？
对吧？什么玩意儿？从个头上来说也用不到，是。而且现在也恢复差不多了吧？是吧？可以。走吧，咱们看看这下面还有半层。哦，这个就是我以前的那些不太用的衣服啊什么的，叫演出服啊。哦，哇哇，欢迎来到时尚的衣橱。真的好多高跟鞋，姐你也是蜈蚣精英。这个鞋你有多久没穿过了？这个鞋好久了。好久了。以后还会再穿吗？这种鞋有可能会穿这种，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对，但是我现在都很少穿这个。演出服，这个就是演唱会的那个，是不？巴拉巴拉。以前我早期的时候不是有参加很多那种唱跳的晚会，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演出服都是自己准备，而且那个种有些是做的那个年代。但这个得10几年不？是的，10几年了，这些都有10几年了。像这个裙子都是我那个演唱会的时候。这是淡黄的长裙。这个衣服还是我当时拍那个白蛇的时候的戏服嘞。我姐姐会收藏戏服。对，这个戏服真的有年头，但这些颜色你看原来的颜色它都有褪掉了。但是这个衣服还蛮有意义的。好东西啊，这个更有这个年代感了啊。我还是觉得应该收一点大家都真的能用的东西。行，哪些姐是愿意对出来的？衣服啥的啊。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演出用这种服装啊？啊，这个不是，这是我的羽绒服，就是那种大冬天的那种，在横店拍戏做的。保命的羽绒服。哇，这件衣服也有年头了，这件衣服大概有10年，起码有，最起不止10年，我都觉得应该有15、20年。我这做的还跟买的不一样。它很厚，然后它很暖和，而且它做的是这种好穿的，它不是正常的那个服装款式，就是为了拍戏。拍戏，我看看，我试试。行吗？时髦吗？突然之间有点那个时髦的意思。它真的是一个衣服架子。架子。我的天哪，老季你真行！开玩笑啊，这个出吗？这个，我收了。老季买了是吧？老孟来，我穿，老孟也可以。我穿像企鹅一样。不可能，来你试试。走个秀，来哥走个秀。他有点穿的有点猥琐。猥琐吗？多帅啊！哎呀，你周润发来了是吧？哎呀，发哥，哪片山头赚钱？哎，这个挺好看的耶。对啊，我收了，我收了，我收了。这个钓鱼也可以穿。什么呀，大哥？但是这个是和这个是，人家没说要出，人家说了可以出。你要得一起，这个是一块儿的。没事，我就这样穿。你听人家的。我不想收那个，那女管我收来干嘛？我就收这个。哦，这件衣服，哇塞，我感觉这个好看啊。这个哇，这个好看，你穿。玫瑰人生，我试试姐，我试试。玫瑰人生，撕一下，哇，穿一下凤仪姐的衣服，哇，时髦。你别说，有点港火，你别说，跟我今天这身还有点搭，有点港。你别说，就跟我这小金链子有点搭，有点 Y2K 的感觉哦。真的。3、2、1，走。老季挡不住，我最后找饭吃。哎呀，我时髦，哎呀，全身 OK。再往后退一步，再往后退一步，再往后退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再见。哎呀，别撞了镜子。王圣一的一，眼睛厉害。那我们这样吧，我们就先拿一部分就是上去，刚刚我们拿出来的几件，然后我们先把它上架。你看你就挑到这件了，你刚说完这个手就放在我们先挑几件。你管我，真是觉得它好看，所以你才一直拿它。管我，好不好看嘛？要不要自己消化一下吧？这个。我是来干活，我是帮卖师。你马上跟朋友说，我马上上架，你到时候帮我拍一下。咱们要不这样，咱带点东西去下一家，问他买不买。
来帮我们上架吧。1、2、3，1、2、3。你别说这玩意儿，这个衣服穿他身上，我感觉能卖个超高的价钱。我还以为你说，你还别说，这玩意儿穿衣服真好看。你谁？你在说谁玩意儿呢？他说的，他要那么说，然后他又改口了嘛。还有这个呢，老季。我帮你拍吧。啊，那你帮我拍。你倒是对 ，nice。3、2、1，再来。哎呀，你看这模特，哎呀这超模，哎呀，这人你真会摆 pose，多有戏啊！这细节演得多好。帅。这都拍完了，我的文案都已经写好了。好嘞，哇，看看你怎么写的。我的，听一下他的文案，真的很好。我看看啊，这个 Burton 儿童版100，让你爱滑雪的娃娃赢在起跑线吧。哦。然后这个小环，让你赶飞机的娃娃成为机场最靓的仔，他的人生永远丝滑。可以。写文案特别重要。对。Cool。哦，他还上这么多呀？你刚刚没有仔细看是吗？我英语看的不是特别明白。跟你解读一下，我的方式就是我想让他都会去尝试一下，因为自驱力是很重要的。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那我小时候也是父母给我上了很多的兴趣班，然后慢慢我会发觉哪些是我会坚持下来。那我很喜欢舞蹈啊，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自己要去学，就自己会想去压腿啊、上课啊，就没有人逼你的时候，你也会去想做的事，这就是自驱力。是。我老大高尔夫最早开始学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是说自己喜欢这个运动，但是后来学了1年以后，他发现学习这个高尔夫有非常多的好处，因为高尔夫球它不是光一个体能上的训练，你要知道用哪个杆，用多大的力气，才能够打到你自己想要的位置。还有就是你的情绪，因为高尔夫整个过程打一场球可能要5、6个小时，你怎么样重新建立你的信心？他后来跟我讲，他在生活当中也是适用的。他说，慢慢因为打高尔夫球，让他的情绪更稳定了。多大呀，能说出这种话？13岁。他能够悟出这些道理，我觉得不像13岁能说出的话。这个本身。就会不会觉得就是在带小孩或者养他们的过程当中，你也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的感觉？那肯定是有的，因为孩子就像一个镜子，他们身上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你身上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跟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学习，你会更好的让自己去治愈，然后也会自己知道问题所在，然后让自己去调整。这个过程就是你看别人和看自己的不同的角度。怎么样？孟哥，马上你也要面临这些了。其实看到这个黑板这个这么复杂，我就有点觉得，我能做出这么复杂、这么详细的计划吗？你小孩几岁？我小孩7个月。那还早着呢。不是，还没生。还没生。哦，在肚子里面7个月。哦，其实是有点忐忑的，是不是，孟哥？我其实那个喜悦大于忐忑吧。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其实没有一个标准模式，说一定要怎么样养，就是可能你多多少少都会受你以前的你的个人经历的影响。对，你会鸡娃吗？我觉得我还挺急的。但是我这很多家长是控制不住鸡娃。其实也跟性格有关，有些人他就是喜欢你安排好，他就会执行的。有些小孩他就是比较强硬，有自己对，有自己想法，那可能就要尊重他自己性格。刚刚我们不是说可以叫那个心理咨询上门服务吗？在闲鱼上咱找一个。我心里应该没啥太大问题吧？我也没问题啊。一般说没问题都有点问题。有没有问题一试便知。闲鱼上你可以搜索心理游戏服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的一种体验。这个有点太有意思了吧？对吧？这儿有一个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的硕士。我的妈呀！就他了，好不好？可以啊。正好我们咨询一下，最近心里边有点苦。你怎么啦？最近？我最近不可言说。
其实说实在，我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多人都是不自知的。你听听，你听听，我是那种不自知的人。其实，在国外很多人都是定期会去疏导，就像一种护理一样，就像你做脸啊，你皮肤护理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就先已经舒缓掉。那是病了，就不是保养。对，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治疗了。可以了，叫完了。本节目由神奇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长安马自达 EZ6 赞助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节目正片，留言互动赢综艺周边。哎呀，我们约那个心理游戏的医生到了，快来吧，我现在心里有很大疾病，快！我连数都数不清了，现在。心理游戏的老师来喽 ，Mandy 老师。Mandy 老师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好美啊！是说我是吧？好美啊，好美啊！我美啊，谢谢谢谢您。好美啊！你好，你好。老师好。挺美挺美挺美。老师，咱们这个怎么玩啊？我们都不懂。咱们先相互认识一下吧。我们有新的相互认识的一些方式。我现在想让咱们在这个团体当中，大家相互称呼你觉得被称呼起来舒服的名字。我叫 Mandy，然后您就这个吧，小黄人。小黄人来，叫阿晨。阿晨，好难受啊！我爽就行了呀。你们习惯叫我什么呀？阿唐。OK， 更难受了，更难受了。我这你平时不这么叫？糖糖。糖糖。糖糖是吧？好嘞。你好，我叫莫小贝。换一个，不要莫小。小贝叫小贝。好，我们先来热个身吧。1到8，你想4个你喜欢的数字。1、2、6、7。好，来，阿晨。7713。不是选4个不一样，不是电话号码，你不能77。1257。1257能记住吗？能。他绝对记不住，一会儿绝对换了。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1357。我是2578。好，小花是什么来着？1267啊，你什么来着？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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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忘记是什么来着？1257、1357。2578。好嘞，好，接下来呢，你再选一个自己或者说屋子里面的什么东西可以发出来的声音。我想啊。也行，好。哎，这个响，好嘞。我有魔杖了，朋友们，别惹我啊！我现在是巫师。你打什么？不响。还行。我觉得用声音更好一点。您是啊吗？我说接下来呢，会把时间留给你们真正的这个乐队。第一个8拍，小黄人给节奏；第二个8拍一起合奏；第3个8拍阿晨给节奏，然后是您给节奏。合奏，您给节奏，合奏，能够完成这个连贯的音乐作品，就是大家第一个任务完成。行，你呢？那就来吧，我们一决一下胜负。好，那开始啊。你怎么不接？到你了，到第4个出来了。老七迷失了。慢一点，慢一点。好，来再来啊，那预备起。1、2、3、4、5、6、7、8。3、4、5、
6、7、8。不能听他们的，只能想着这个1、2、3、4，不能听了就。这是我们的热身游戏，正式游戏还没开始呢。还没开始。不要这么难吧？刚刚那几分钟里面，大家有感觉到什么吗？感觉到整个大家的气氛变得火热，感觉突然间4个人默契了。感觉就是专注了，就是大家会在一个目标去实力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那10分钟，你有没有想目前生活当中很烦恼的事情？没有没想。没有，我们说的种种点，大家会发现说，我们非常把注意力放在了当下。这是对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会把它称为情绪抽离。就是我们会用某种方式让我的情绪暂时离开那些好像一直在吸引我的那些磁场。当大家都在鼓掌的时候，当大家情绪释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放松。有这个感觉。对。哎，我现在有一个稍微有点焦虑的一个事儿啊，我突然间找到了自己觉着生活的快乐和我寻找快乐的一个路径，但是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有的时候会忽略你的本职工作，然后我就焦虑，到底是我要坚持我的本职工作，还是让我身心更愉悦的去干这个钓鱼这个事儿？钓鱼这个事儿，钓鱼嘛，有什么不好说出口的？天下皆知。当去年我刚参加那个比赛之后，一下我整个人就状态就变了。比完赛之后的后劲儿，真是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你自己压不住。就在穿插着我去钓鱼的过程当中，又有我的本职工作去说相声、开专场，那好几千人的剧场我要演。那演的过程当中，我脑子里想的是钓鱼的事儿。你耽误工作了吗？底下观众虚你了吗？要退票了吗？然后被你师傅骂了吗？没有，有也不能说呀。没有，真没有。其实我们评价它是不是一个障碍，需不需要被干预，有2个重要标准。第一就是你痛不痛苦，第二有没有影响社会功能，就是你该干嘛能干嘛吗？能啊。那它就对你来讲不是困扰。如果你说它对你造成了焦虑的话，你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人？那确实很有可能是这样，我不自知而已。教一个简单的焦虑情绪快速着陆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做54321焦虑着陆法。5呢，用眼睛去寻找5个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并且在心里默默念出它的名字。4，用你的触觉去摸4个质感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摸一下沙发，你可以摸一下衣服啊，你可以摸一下自己的皮肤。3呢，要用你的听觉去捕捉3个声音。2是用你的嗅觉去闻2种不一样的气味，你可以闻自己。1是用你的味觉去品尝一种味道，可以试着用你的舌头舔一下你的上颚。54321是一种感觉着陆法，也就是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真实的感受，让自己快速抽离之前的让自己觉得焦虑啊的那些事情。真不错。行，那我们做下一个游戏了。好，现在大家看，我们现在面前呢是4横4竖16本书，对不对？要求拿走6个，剩下的横排、竖排还是偶数，不考虑对角线、斜线。这个下路呢是1分钟的计时，待会儿给大家2分钟的思考时间，之后呢你们要独立完成这个挑战。
也没说录这节目考脑子呀。计时开始。这必须拿到6本是吧？啊，必须拿到6本。对，我们1分钟了，再给1分钟的思考时间。啥意思呢？那可能我没理解规矩，它怎么少的呢？我只能拿走中间4个。那就不行呗。还是我头断了 ，CPU 不。哦，知道了。好，时间到，大家向后转。耶。糖糖，你觉得你想好了是吗？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你转过来吧。现在你有1分钟的解题时间，解吧。你看一下这盘。哦，对不起啊。好，你还有30秒。还有10秒钟。那不能2个叠一起啊！呀，这书放的好整齐。先让我摆摆正啊，摆摆正。好，你还有20秒。等一下，它应该要正方形会好看一些。好，时间到。你看看这一排，哎呦哎呦，你看看这一排，哎呦哎呦，那你看看这一排，看看这一排，你先把它都收了吧，咱做下一道题。都没做出来啊，就不可能，你怎么拿都是不可能，本来就不可能的事儿。你有多大的把握它不可能100%。这不可能，你那也不可能，这是有可能的。我刚才想到了。阿晨，如果说它可能，我能不能罚你平板支撑？可以，能罚多长时间？随便。 3分钟不可能。又变成这么怂，1秒认怂。1分钟平板支撑行不行？啊，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团队合作，同时我们换一道题。来，团队合作，4横4竖摆进去，要求横竖都要是偶数。来，这不跟刚才那个题一样的吗？你要摆的时候，那个题不也能做出来了吗？脑子里翻篇儿，要不然你就解不出来。这可以啊，好，解4横4竖嘛，对对对10本嘛，这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是偶数呢？刚才我想到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试试。 4横4竖摆出来不可能，10本不可能。这个我们就把它弄成4个的。你想啊，然后想想啊，这个不行，这 OK 吗？对吗？这怎么可能？我答对了吗？是不是？你看你怎么数都是偶数啊，1、2、3、4，这1、2，对1、2、3、4，对的1、2，对吧？对的，这来1分钟平板支撑，准备好。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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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计时开始。哎，不行了不行了1分钟还没到呢，刚上去就不行了。哦，是这个逻辑。那刚才那个再看一下，那刚才那个就拿这个拿这个拿这个，对的，对，拿这个拿这个拿这个嘛，对的，对吧？刚才我就想到了是这么一个逻辑。可以。这1分钟怎么那么漫长？ OK，到。哎，来，我们再做一道题啊。我已经摆进去的不能动，3本书往里放，要求横竖都要是偶数。这3本，数也得是。这个，对。好，都快了。
对，别动。非常好。行啊，应该是的啊。接得好，这个肯定大，对吧？先给它铺在这儿，对，这个也给它铺在这儿，铺这儿就完了。好了， OK。大家现在回到座位上。我们今天总共解了3道题，这3道题理论上来讲是同一道题，但是大家感受到的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觉得哪个最难？第一个，为什么？我觉得因为第一个想法太多了，多的是杂念。对，多的是杂念。明明是16减6，真正有价值的只是10本书，但是我们在做第一道题的时候，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已经不是你的资源的东西上。你觉得0加10最简单，还是7加3最简单？我觉得7加3。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这3道题里面，7加3是对你限制最多的。我已经摆进去的，不能动。但对我来讲，我反而觉得这简单，因为那个不能动的东西就是已经是你不可变的，已经是你的基础了，然后在上面再加东西，我觉得可能对我的思维方式，我觉得简单。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心理实验，最后着眼点是一个投射，就是它在投射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和我们的思考模式。那小黄人，你的特点可能恰恰就是你需要规则，规则感对你的生活来讲非常的重要。先让我们摆摆正啊，摆摆正。当你有规则可循的时候，你就会有安全感，你就知道一步一步怎么样去做。我猜你是一个特别需要逻辑的人。对，当那个逻辑很清晰，然后你在跟着那个逻辑走的时候，你会很有安全感。对，可能这一点糖糖跟你特别不一样。糖糖你应该是一个对自由诉求非常强的人。自由状态对于你来讲会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有方向感。这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的工作是一种自由创作，为什么你的爱好是在大自然中间去和鱼类发生一些互动。Double kill。可能你的这种思考方式和你的心理状态就非常适合对自由的一种追求跟享受。那我俩呢？我觉得最突出的是你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自信的人，不然不可能在我定了一个游戏规则之后，你会那么坚定的说不可能，不可能，就不可能，本来就不可能的事儿，100%。那你这也太自信了吧？越自信越好，就很自信。老师，我呢？我遇到所有问题都是第一时间先反省我自己，比如说工作人员出了差错也好，犯了很大的错误也好，最后我会把根儿归到我这里。你是一个习惯内归因的人是吗？如果你已经养成习惯内归因的特点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你做主持人这几年的经历带来的，很有可能是从小你身边的重要他人是这样要求你的，所以你从小就已经内化了这些标准。其实每个人的特点都是有优势有劣势的。小贝同学跟周围人相处，可能周围人就会比较舒服，喜欢是不是？你说你的事业当中有没有因此而获益？不利的特点可能就是你就比较容易消耗自己，然后你就比较容易对自己不满意。每个特点都是会带来影响，也会成就我们。是的。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反思这个问题了，说明你陷的就不是很深。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就是梦逐渐醒来的时候。这个说的真好，非常有道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就是梦醒来的时候。明白了。我还有个问题 ，ADHD 老师知道吗？多动症吗？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多动症？现在看着倒是不明显。特别是咱们有小孩的，得管住了。因为我觉得很影响我的演戏，所以我想把它给不想要这个状态，我想让我就沉进去。你现在无法自控的话，你就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对，下次你再刷短视频，然后你就要强行发给小贝100块钱，刷一回你就发给小贝100块钱。哎，我觉得可以，致富有望了，靠你了，季老师。
能分我50吗？微你50，帮一起看他。100如果对你来说是小钱的话，你也可以500块钱。那你给我啥呀？我帮你自律啊，自律给你自由，相当于我在给你自由。私教是吧？嗯，你看那种很慢的电影会稍微好一点，强行的用这种线性阅读要训练一下自己，练一下那种就是需要连续思维的，比如说下棋。行，谢谢老师，我这个明白了。哦，原来到了成人以后，他也会倒退吗？这个注意力？会的，会的。哦，你没有吗？没有啊，看短视频吗？我不看的，我不看的。好习惯。他们都说我活在古代，活在古代。好了，今天谢谢老师，好，大家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行，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回去好好看书。拜拜，拜拜，老师。拜拜。上 Z 世界 APP 看节目正片，留言互动，赢综艺周边。喂，你好。啊，我订的上门烧烤到了是吧？我帮你拿。应该在门口，按说到了。你好。你好，东西还挺多。老弟，救命啊！哇，来了，嘿，我拿哪个？咱们从这儿，哦，从这儿可以过去是吧？对，直接就院子里。这小院子太靠谱了。调料香这。是自己烤啊，还是自己烤？我会，你会啊？一点问题没有你来吧。给他烫个对。啊，糟了，好骚，好糟，地道的乐山和东北烧烤的融合。乐山火锅吃的多，嗯，东北确实烧烤吃的多。我一般，我觉得纷争开始了。那你告诉我，你们四川烧烤好在哪里呢？好在种类多。我们东北烧烤还可以配冷面吃。你 PK 一下。我先来啊，你来吧。哎呀，专业啊！哎呀，这专业。哎呀，你这专业烧烤啊！好香啊，香喷喷。 OK， 拿走。来装盘。好了，这个啊，好了，等会儿我先尝尝啊，先尝一锅，先别着急下第二锅。不错哎。好吃。来了啊，我来了，来，好了啊。这个肯定比你的牛。来了，看看这颜色，看看啊。哎，太多了盐呢，老师。没事儿，再来点芝麻。是不是最后撒一糊了？重要看的是感觉。来了啊！一会儿刷什么油？油多了，一会儿着火了。就是要着火。哎，在我的预判之中，这些不能燎黑了。没事儿，就是要这种。哎，别喷我起！黑了吧？没黑，还没眼看着黑了，没黑。有点焦虑了，有点。快把心理医生叫回来吧，我不行了。能吃吗？能，就吃了能吃，就是哇，这绝了，哎，绝了！尝一尝啊，绝中之绝，阿绝烧烤。有点不敢动。我也是。我看看哪个黑的嘛，这个嘛。越黑越好吃吗？对。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怎么样？哎，这会儿，啊，你先。行。哇，一定很好吃，我很期待。尝一下，偶尔尝一下，糊了也可以。有一点。
还挺香的呢，就是胡子多的地方有点苦。我挑着吃的。我宣布，东北烧烤赢了。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哇哦，有点带劲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给了，给了，给了！厨神，你就是厨神。走你，烤干干巴巴的。哎呀妈呀！好吃哎。其实平时很少吃烧烤的，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吃得很开心，谢谢你，这就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是吧？下回再烧烤记得叫我来哦，免费。咸鱼叫你啊。对，我在咸鱼已经挂职了。就是今天上完心理课，姐你觉得？挺好的，包括他今天讲的有一些游戏啊，然后除了更了解自己，你也学到一些方式啊、方法，就比如5、4、3、2、1。哦，对，这5、4、3、2、1还挺管用的，好像。对，怎么样去解除现在的一些焦虑，这都挺实用性挺强的。今天其实有一个点很好，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书本从多到少，大部分人都会在第一反应里面都会有一些困难，就是不想从已有的去减小自己已经拥有的，但这其实不符合事情的变化的，因为你总会有多有少，你要接受你自己去减少的那个过程，才能期待未来有加上去的时候，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收获的，蛮关联的。对，所以其实曾经你是就是不太容易做断舍离和取舍的人，是吗？我其实是不是说不做断舍离，我是可以的，只是我有的时候会就是比较不愿意去动，碰它要动脑子。对，碰它要动脑子，你要去筛选，要去想哪些是不用的。其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可能更麻烦点。所以你叫我们来的那一刻，改变就已经在发生了。是的，谢谢你们帮我来做这个梳理。如果家里边你自己给家里人做一个排名的话，我以前会在上一个阶段就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现阶段，我只是说此刻，我其实现在更愿意把自己放在第一位。OK， 喜欢听到这种答案。我也把自己放在第一。你是？不是这个一定的呀？不是每个阶段和时间会不一样。我是一个付出型的人格，那你付出你自己得到的感受也是回馈给你自己啊。你在乎的是回馈出来你自身的感受到回馈。说对呀，你还是自我呀，很通透。他通透啊。就今天老师说的就马上就运用到了。通透确实是。是你为什么要服务？你服务就是想得到他人的反馈，他反馈给你了之后，这就是你的享受嘛。确实说的太对了。还有就是给了就有了，给予其实也是一种得到。我觉得是这样。你得到了，我经常得到，然后经常顿悟，然后经常又忘了。经常顿悟，然后经常又忘了。就主要是就败在记性不好。对，刚得到然后忘了怎么得到。我真觉得是我记性真不是特别好。可能跟你的性有关。性记凌晨嘛，只是就记凌晨那点事儿。以后我要有个女儿就叫纪念，挺好。纪念谁呀？得说就是纪念嘛，记住嘛，男的叫记住，信不信？柱子，铁柱，柱子姓啥？我姓纪，记住。来，朋友们，无论您是啤酒、饮料还是矿泉水，今天我们都把它当成一杯美酒。或者我们尽人生的减法，太行了。然后像今天我们就是也看到了加法很难，去看清自己，减法呢更难，但是呢我们要勇敢的去做减法。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尽减法，尽我们人生的减法，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好的断舍离。好，谢谢，干杯，干杯，杯。